本周新闻提要：俄黑海舰队遇袭，4艘军舰发生爆炸，俄军阵亡人数突破7万大关。俄罗斯英雄拉平上将被克里姆林宫解职。绍伊古宣称俄罗斯动员已经完成，但英国智库却怀疑俄动员人数不止30万。下面大兵带你一一了解。如果说克里米亚是俄乌战场的南部之矛，那么黑海舰队呢就是克里米亚之矛。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黑海舰队就被频频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先是攻下蛇岛，名声大振，后又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立下重功。但好景不长，这个舰队呢很快就画风突变，不断传出黑海舰队旗舰沉没、司令部遇袭、战机受损等噩耗。这不，如今停靠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湾的黑海舰队再度遭遇不幸，4艘军舰突发意外性爆炸。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俄军并不打算承认本次袭击，毕竟黑海舰队的老巢被拆了，确实很丢人。俄方的报道是黑海舰队遭到无人机袭击，但是俄军摧毁了所有的无人机。对于俄军的报道，大兵呢也已经麻木了。反观乌方的新闻很有意思，称俄黑海舰队是因为不规范爆炸物引起的，这句话就与俄军此前的烟头学说如出一辙。显然乌克兰已经开始换着法子炫耀自己的战绩了。据了解，这次袭击是在10月29号凌晨4点20分，乌军对俄黑海舰队发起的复合式攻击，包括空中的无人机、水上的无人艇，他们携带着高爆弹头对港内的俄军发动自毁式攻击。俄罗斯说无人机被击落，但无人自杀艇发挥了效果，其中4艘都击中了俄罗斯的军舰。而被击中的军舰中呢，包括大名鼎鼎的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这是继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之后，俄罗斯黑海舰队新的旗舰。而这艘舰艇已经是俄黑海舰队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水面战斗舰艇了。如今再度被袭，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次堪比莫斯科号的耻辱。如果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被重创，那么刨除被击沉的莫斯科号，俄黑海舰队就只剩下6艘4000吨级的护卫舰了，总吨位数约2.4万吨。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攻击俄罗斯黑海舰队呢？大兵认为主要原因是俄军对于乌克兰实施空袭的口径巡航导弹基本上都是俄黑海舰队发射的。乌军通过这次有效打击俄黑海舰队，能大大降低俄海军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频次。当然，这次乌军的袭击除了重创了黑海舰队之外，也代表着黑海舰队已经没有安全区了。毕竟如今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可以说是俄黑海舰队的总部，如今就连总部也不安全，这对黑海舰队而言就很尴尬了。要是出海吧，很容易遭到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攻击；不出海，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无人舰艇的攻击。以当下的局面来看，俄黑海舰队未来必然还会受到乌军更多的重创，哪怕每隔3个月击沉1艘黑海舰队的主力战舰，不用18个月，俄黑海舰队的水面主力舰就差不多全军覆没了。另外，在俄罗斯公布的信息中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美国在这次袭击的行动中有着很高的参与度。根据瑞典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发布的消息说，在10月29号从西西里起飞的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RQ-4B 全球鹰无人机，已经在黑海靠近克里米亚附近中立水域17公里高的空中飞行了数个小时。乌军的无人机、无人舰艇极有可能是在该机的引导下成功的抵达塞瓦斯托波尔港，对黑海舰队发起攻击的。就如同此前击沉莫斯科号一样，乌军先用无人机吸引火力，再使用无人舰艇进行反舰攻击。当乌军的无人舰以蛇形走位冲向俄军战舰时呢，俄军战舰没有任何反应，被直接命中。而且在遇袭的时候，俄军的战舰并非停靠在码头，而是靠近港口的海面上缓缓行驶，但这依然还是被乌军的无人舰给锁定并击中了。毫无疑问，在这个袭击过程中，英美两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提供了重要的中继制导通讯。而除了黑海舰队遇袭之外，在俄乌战场上还发生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当地时间10月30号，根据包括莫斯科时报在内的多家俄罗斯媒体爆料，
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员亚历山大·拉平上将被撤去职务，这也是俄乌战争期间俄军的又一次重大换将。细数拉平上将的生涯，真的是可谓大起大落来形容。9月份，拉平还在指挥中央集团军在攻克卢甘斯克，并且还被授予了俄罗斯英雄称号。但是谁能想到，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位俄罗斯英雄就因为在防御乌克兰反击战争中的不断失利，先是被卡德罗夫追着狂喷无能，再到今天彻底被一撸到底，直接撤职，只能说是相当梦幻。而拉上将的遭遇呢，也完美折射出俄军的整体走向。再结合普京昨天发出了对俄罗斯军队结构和建设进行改变的命令，大兵猜测拉平的撤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伴随着普京对俄罗斯军队进行改革的深入，类似于拉平这种老一代的指挥官被清洗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背后带来的后果，俄军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毕竟不管是军队调整还是指挥官调整，都需要时间来磨合以及调整的，所以俄罗斯恐怕会迎来一段时间的阵痛期，只是不知道这个阵痛期会不会在战场上呈现出来。如今随着乌军的不断精准打击，俄军阵亡人数也已经突破了7万大关。而最近俄罗斯国防部长也宣布完成部分军事动员工作，目前有21万8千人在接受训练，8万2千人经过训练后已经加入到前线作战部队。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的动员已经结束，但其征兵办公室却还在招募志愿兵，这一点呢，也让外界不得不怀疑俄罗斯是否会进行秘密动员。毕竟如今俄罗斯总人口 1.44 亿，俄罗斯完全有可能会在暗地里动员100到300万人。而最近俄军在装备上搜刮苏联时期的库存箱底的行为，也间接支持了这个猜测。如果俄军暗地里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势必会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场。乌克兰北、东南3个方向是被俄罗斯势力环绕，战略位置恶劣。但对乌方来讲呢，最担心位置呢，应该是俄军在乌白边境向乌西部的利沃夫发动大攻势，这会切断乌克兰赖以生存的北约补给线。而这里一旦被切断，东部乌军的形势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即便这件事情没有得到确认，乌军也要以防万一，对此做出相应行动。前几天就有消息称，乌军已经在进行第7轮的军事动员。英国智库估计乌军还需要新组建至少25到30个旅，才可以在北部建立一个可靠防线。当然，这些新的旅呢，都需要其盟友来补给、训练和装备。而乌克兰的邻国波兰最近也没有闲着，其扩军备战正在加速进行。如今波兰陆军一共是有4个师，准备在今后几年扩充到6个。而波兰目前的4个师呢，各自负责防守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方向，其中18师主要负责的就是直接面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北方向。因此，波兰国防部也会给18师率先装备最先进的步兵战车。最近，该师正在测试韩国韩华防务公司的 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而波兰也有大批苏制的 BMP 系列步兵战车，所以肯定会拿来做比较。参与测试的波兰第18机械化师的相关人员就说，我们在白天和晚上都在越野条件下测试的车辆，驾驶它不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因为车辆具有先进的光电系统，这使得观察战场和车辆周围区域变得更加容易。而此前使用的 BMP 战车则完全没有这种类似系统。从测试团队的话中呢，我们不难发现，苏制的 BMP 系列战车和当今较为先进的西方步战车之间最大的差异，那就是信息处理能力的天壤之别。毕竟现代战争打的还是信息化。而在军援方面，加拿大总理表示，在1个月内，乌克兰将收到来自加拿大的48辆现代装甲车。据了解，此前加拿大呢是打算捐助39辆没有包含战斗模块的 LAU-6战斗装甲支援车，但是现在准备给48辆加上机枪或者机炮的版本，估计这批装甲车1个月就可以运输到位。
而在国际方面，可能是出于回应俄罗斯一直以来频频谈论使用核武器的想法，有媒体称，美国已经通知北约，将在今年12月在欧洲部署最新型的 B6112型精确制导核弹。目前呢，已知信息表明 B6112是美国历来最贵的核弹，这种最新型弹头精度极高，弹着偏差不超过10米半径，可以称为标准的大杀器。有专家称，该核弹非常适合被用于有限的核战范围，而它的提前部署是否代表着美国即将干预俄乌局势呢？这里大兵个人认为还不太可能。首先呢，美国的军事力量深度干涉俄乌战争，并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毕竟，一旦美军正式下场，俄罗斯很有可能扩大战争规模，战局的走向会更加危险，这对美国来说显然得不偿失。相反，美国这一步呢，更像是对俄罗斯进行极限施压。一旦俄罗斯按耐不住率先动手，美国就可以完全掌控局势主动权。无论是借助舆论对俄罗斯进一步打压，还是以此为借口军事介入，届时美军的行动压力就会减小很多。如果真的要打一场局部核战争的话，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实并不轻松。虽然俄罗斯也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但维护状况堪忧。熟悉情况的俄罗斯军事专家曾经在主流电视台做节目时说，俄军核武器依然被按照规程细心地照料着，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紧急且必要时肯定是能打出去的。但是最近这些年，俄罗斯总体经济状况并不好，军费也不够用，所以这些核弹并没有经常进行测试，其中有多少已经失效，多少还具备完全的作战能力，谁也没法说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本周的新闻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喜欢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